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今天我给这些花准备了一壶茶。您可能猜到了，要给它们喝茶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这棵和另外一棵隔三差五的就喝点茶，喝茶的效果依然是很不错的。蝴蝶兰喝茶水的方法之前有讲过，所以今天只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以泡盆的方式让它喝茶水。泡盆的这个茶水呢是非常非常淡的，可以像我这样先接上很多的清水，然后再倒上一点茶水。注意啊，这个茶水的温度已经是室温了。也可以是事先把茶水兑成淡淡的茶水，然后倒进去都行。使用的茶就是中国那种传统的茶叶做成的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。可以专门给花泡一壶，也可以用剩茶。我通常是用剩茶，就是人喝完之后剩下的茶根儿。之前视频里讲到喝茶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这棵有点什么问题，需要给它补一补，就给它喝一段时间的茶，会比较规律，每天喝，每天晾。这当然说的是水培的，每天泡几个小时的茶，剩下的时间呢就没有水，什么都没有，在那儿晾着根。泡完茶之后呢，还会用清水稍微冲一冲根。如果是只要盆栽的，当然做不到每天泡每天晾根，因为有植料嘛，一天干不了，所以这个泡茶的周期就需要稍微长一点。毕竟还是需要遵守见干见湿的原则，可以像泡肥水那样泡一次几个小时，从茶水取出来之后，用清水冲冲盆，冲冲残余的茶，然后就开始晾干。根儿和植类都晾干之后，再泡下一次茶水。为了让它多喝点茶呢，也可以这样：第一天泡几个小时茶水，清水冲一冲，放一边；第二天再泡几个小时茶水，拿出来用清水冲一冲，放到那儿，直到干了再泡茶水。这样就相当于是连着2天泡茶水，是在连续的2天之内泡2次。如果是水培的就比较随意，可以连续多少天每天泡都行。是说每天泡一次，不是24小时都在那儿泡着，一次呢泡几个小时。所以这2棵当中，水培的那个我泡的次数就比较多，倒不是我多么偏爱它，主要是水培的那个干得快啊。有植料的这个不是得等它干了才能再泡吗？我们来看看水培的这个，看看它的根儿，有好多新的水晶头，大致是在我泡了几次茶水之后，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。这棵水培的大致是在3个多星期之前，我才把它转成水培的，之前是植料的。这棵从拆盆的时候它就带着花儿，拆盆茶疗，它的花倒是没怎么受影响。不过掉了一朵，是我放在那儿被某人给我碰掉了一朵，其他的还好。在这些花变化不大的同时，它的根儿和叶儿都有新的生长，这应该跟喝茶有些关系。治疗盆栽的这棵也有新的生长，但这棵花已经谢了，所以它有新的生长也算比较正常，不做茶疗它也该长了。而通常带着花的花并没有要谢，那它的根和叶就会不怎么长，或者有长的话呢也长得不多。但水培的这棵根儿长了非常多的水晶头，叶儿呢也开始长了，所以我会觉得跟喝茶水有些关系。茶叶确实很神奇，蝴蝶兰喝过茶水之后就会长得很好，尤其是根儿啊叶儿特别明显。对花的生长是不是也很好，这个我还真是没有试过。就出花芽之后的蝴蝶兰植株，我没有想起来泡过茶水。但从这棵来看，对花好像也没有很坏的影响吧。
不过只有这么一颗，不能以偏概全。如果您的花还挺好的，还想再多看一段时间，还是不要冒险泡茶水吧。我这正好还有不少花开着，回头我给那些开着的花试试，看看有什么影响。不过呢，其他开着那些花基本上都是植料盆栽的，即便是泡茶水也不会泡很多，因为间隔比较长嘛。另外，如果我能记得到秋冬季再次出花芽的时候，我也试试出花芽之后的泡茶水，看看能有什么影响。喝过茶水之后，帮助蝴蝶兰长根长叶这一点倒是试过很多次了，每次效果都特别好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泡茶水呢，最好就是没有植料，直接裸根去泡，因为这样呢，循环速度比较快，一天一个循环就可以。尤其是出了问题的，正好把植料去掉，裸根泡。不过呢，带着植料的也是可以泡茶，就记着一点，泡完之后用清水冲一冲盆里茶的残留，主要是怕残留过多在盆里发酵烧坏根。给蝴蝶兰喝的茶水呢，比较淡，看那个颜色淡淡的就行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颜色，左边是盛茶的颜色，右边是我泡根儿的那个颜色。另外，之前也有花友留言问，说这个茶水啊，一次用不完，可不可以留着下次再用？是可以的，就是说泡了一壶茶，一次没喝完，可以留在那儿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后面几天再用都可以。不过我发现一个现象，茶水放在那儿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颜色会越来越深。我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是我水培的那一棵，有一次把茶水倒出来之后，我就忘了用清水冲，只是把茶水倒出来，然后就放在那儿了。因为那个杯子底下不是你即便倒完了，它也会存那么一丁丁点儿嘛。结果到第二天存在底儿里的那一丁点儿，颜色变得比之前还深。后来又有一次，我把没用完的茶水呢，就倒到一个瓶子里，我只是把茶水倒进去，还兑了一些水，兑的挺稀的，颜色非常淡，里面没有茶叶。放到那儿，那些茶水果然是越来越深。所以看起来茶水是真的可以在那儿发酵的，也所以呢，如果是植料盆栽的，泡完茶水之后，我们还是尽量记得用清水去冲一下。刚才说没用完的茶水可以留着后面用，但是已经泡过根的淡茶水，通常我就不留了，就倒掉了。就像泡过根的肥水，通常就不留了。如果上网查，说茶叶里含有有机化学成分450多种，无机矿物元素40多种，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还是哪几种对兰花特别好。总之就是茶叶对兰花真的非常好。在我之前尝试过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当中，茶叶和香蕉皮都特别好用，也是我直到今天还坚持在用的2种东西。好了，关于喝茶，今儿就先说这么多吧，咱们下期再接着聊。